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绝密档案揭秘。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1934年苏联革命者谢尔盖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遇刺身亡的事件，揭开这个引发约瑟夫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谜团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苏联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，而基洛夫的遇刺事件更是让整个国家震惊。一场政治阴谋的序幕正式拉开，让人不禁想要深入了解这个谜一般的故事的真相。1934年的苏联到底隐藏了怎样的黑暗秘密？大清洗运动是在193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，它的目标是清除对斯大林统治产生潜在威胁的个人和组织，并巩固他的权力。这场运动对整个苏联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恐慌，给数百万人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。大清洗运动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934年基洛夫的遇刺事件。基洛夫是斯大林的亲密盟友，他的暗杀引发了斯大林的愤怒和怀疑。斯大林利用这一事件，宣称他的政治对手正密谋推翻他的统治，并开始对政府、军队、知识分子和党内成员进行清洗。大清洗运动的核心策略是透过政治审判和秘密警察的镇压手段。政府成立了特别法庭，以指控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人士。这些指控通常是虚假的或基于阴谋论。被告往往被迫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即使他们是无辜的。许多人被判有罪并遭到处决或监禁，而其他人则被流放到偏远地区的劳改营。大清洗运动波及了各个社会阶层，包括政治家、军官、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。政府尤其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老干部进行清洗，这些人在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。许多曾经在革命初期获得高位的领导人，如托洛茨基和齐哈尔，都成为了斯大林的政治对手，最终被迫流亡或遭到处决。大清洗运动对苏联社会造成了恐慌和恐惧氛围，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信任和怀疑的社会中。他们害怕自己或家人成为下一个被打压的目标。许多人因为担心而选择保持沉默，不敢对政府的行动提出质疑。这场运动还对苏联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、作家和科学家被迫放弃他们的创作或研究。然而，大清洗运动的真相并非一直被揭示出来。在斯大林统治期间，相关的文件和证据被销毁或隐藏起来，以阻止人们对这场运动进行深入的调查和了解。直到苏联解体后，才有更多的历史学者和研究者开始研究和揭示大清洗运动的真相。这些研究揭示了大清洗运动的规模之大和残酷性。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数据，估计在这场运动中，数百万人受到逮捕、流亡、处决或监禁。这其中包括政府高层、军官、知识分子、工人和农民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。这场运动对整个苏联社会的信任和团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，并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长期的影响。除了数量庞大的受害者外，大清洗运动还给苏联国家机构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和不安。政府机构和军队中的许多优秀人才被清洗，导致组织的效率和能力下降。这场运动还对苏联的文化和知识产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。许多杰出的艺术家、作家、科学家和学者被迫停止创作或研究，导致苏联的文化和科学领域长期处于停滞状态。大清洗运动的影响还延伸到了苏联社会的心理层面，人们生活在恐惧和不安的氛围中，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批评政府的行动。这种压抑和自我审查的环境对个人的自由和尊严造成了严重的侵害。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，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，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麻烦你点赞和订阅，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。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谢谢你。距离基洛夫的遇刺事件已经过去几个月了，然而这场政治风暴在苏联仍然持续肆虐。随着斯大林的权力日益巩固，政府内外的动荡局势愈发令人担忧。基洛夫的支持者们开始在幕后秘密联络，试图揭示事件的真相，寻找复仇的机会。然而，斯大林紧紧握住权力的手，让这场游戏变得更加复杂。这个时代的苏联仿佛笼罩在一层阴霾之下。
政治斗争的烟云弥漫在列宁格勒的街头巷尾，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不安的气氛。基洛夫的离世虽然让一些人心生不安，却也让更多人沉默。在这个权谋纷争的时刻，苏联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不安和恐惧。1934年的列宁格勒作为苏联的文化之都，曾经繁荣昌盛。然而，自从基洛夫的遇刺事件发生后，这座城市的氛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街头巷尾弥漫着紧张的气氛，仿佛每个角落都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政治家们在幕后操纵着一切，而普通市民们则在恐惧中苦苦挣扎。正如我们前文所述，基洛夫的离世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更多的是人们对未来的恐惧。斯大林的权谋使得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残酷，每一个涉及其中的人都可能成为权谋的牺牲品。这种时刻的苏联宛如一部紧张的政治悬疑片，每一帧都让人牵肠挂肚。苏联政府内部的清洗行动愈演愈烈，被认定为异己的人们纷纷被拘押、审讯，甚至是遭到枪毙。这一连串的举动让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，曾经的同仇敌忾在这个时刻变得瓦解不堪。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普通百姓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。在这个苦苦挣扎的年代，基洛夫的支持者们试图寻找证据，揭示真相。然而，斯大林政权的高压统治让这个任务异常艰巨。秘密联络的支持者们在暗中努力，试图破解谜团，找到幕后操控者。整个苏联陷入了一场看似无法解开的迷局，每一个线索都牵扯着更深的秘密。与此同时，基洛夫的家庭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。他的亲人们在政治风暴的眼前变得无助而脆弱。在这个动荡的时代，亲人们不仅要面对失去丈夫、父亲的痛苦，还要承受来自政府的威胁和打压。基洛夫的妻子、子女们成为政治斗争的无辜牺牲品，他们的生活变得岌岌可危。尽管在这个黑暗的时刻，基洛夫的支持者们在秘密联络中努力，但是他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政府的耳目众多，每一个举动都可能被察觉，他们必须在政治的迷雾中保持警惕。而斯大林则在巩固自己的权力的同时，对于任何反抗都采取零容忍的态度。这是一场背水一战的政治博弈，每一方都在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付出着巨大的代价。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，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，我给你点个赞，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？在苏联各地，人们纷纷加入基洛夫支持者的行列，试图为他们的领袖讨回公道。这场寻找真相的运动渗透到了苏联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斯大林政权的不满，有的通过文字，有的通过艺术，更有的通过秘密的聚会。这个动荡的时代，看似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激荡的潜流。苏联的文学界也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。作家们用文字挑战斯大林的统治，通过小说、诗歌和文章表达对社会不公的关切。这是一场无声的抗议，文字中蕴含着对自由和真理的渴望。然而，文学家们也面临着审查和打压，他们的作品在政府的禁令下被迫沉寂，但他们的精神却在每个被压抑的字句中延续。随着基洛夫事件的发酵，苏联的艺术家们也站出来，通过他们的作品表达对斯大林政权的质疑。画布上的色彩变得更加深沉，音符中充满了抗争的旋律。艺术不再只是美的追求，更成为了一种反抗的表达方式。这是一个在压抑中绽放的艺术复兴，每一幅画，每一首歌都像是一场无声的抗议，向政治斗争发出最为响亮的声音。基洛夫的支持者们在苏联各地建立了秘密聚会，这成为他们交流信息和策划行动的场所。这些地下组织承担着沉重的责任，试图在政治的黑暗中点燃一抹光芒。然而，政府的镇压也愈发严酷，每一次的秘密聚会都像是在与命运赛跑。他们的存在就如同一支默默抵抗的蜡烛，在黑暗中微弱而坚定地燃烧。在这个时刻，基洛夫的支持者们不仅仅是在追求一个政治真相，更是在为自由和正义而战。他们的行动是对压迫的回应，是对那个时代黑暗统治的反叛。苏联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这股反抗的气息，仿佛在默默诉说着一个个被深埋的心愿。
然而，政治风暴中最为沉痛的是基洛夫家庭的困境。基洛夫的妻子和子女们在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隐藏起来，他们的生活变得如同漫漫长夜，没有尽头。斯大林政权对他们的威胁如影随形，每一天都是一场心理的战争。他们的坚韧与无助在这个政治漩涡中交织，成为一个无法割舍的家庭悲剧。在这个黑暗的时刻，基洛夫家庭成为了苏联无辜牺牲的代表。他们在政治的漩涡中左右为难，成为了一个政权欲图摧毁的标志。妻子的坚韧，子女的无辜，这一家人的生活成为了一个民族历史的缩影，也成为了人们追求正义的动力。时光如梭，经过数年的沉寂，基洛夫事件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露出端倪。苏联政府逐渐松动了对社会的控制，社会开始恢复一些自由的呼吸。然而，基洛夫事件的创伤并未真正痊愈，它深深地刻在苏联人民的心中，成为一个永不被遗忘的历史符号。随着苏联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松动，揭露真相的努力也开始见到成果。基洛夫事件的调查逐渐启动，当年的秘密变得透明，政府对异己的清洗和审判被揭开，苏联人民开始了解斯大林时代的黑暗。这段历史虽然痛苦，却也成为一个对抗压迫的标志性时刻，为苏联迈向更加开放的社会奠定了基础。对于基洛夫支持者们来说，这是一场苦尽甘来的胜利。他们为揭示真相，为反抗压迫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。在苏联人民的心中，他们成为了勇敢者，为争取自由和正义不屈不挠的奋斗。基洛夫事件的真相揭晓，也让他们的牺牲得到了最终的认可。苏联的文学和艺术在政治风暴中复苏，创作者们再次得以自由表达。他们的文字和作品成为了记录历史的见证，让每一个苏联人都能够回顾那段曾经的黑暗时光。文学作品中的情感，艺术作品中的抗争，都成为了一座穿越时光的桥梁，将这段历史传承给后人。然而，基洛夫家庭的困境却没有得到完全的救赎。尽管政治风暴逐渐平息，但他们的伤痛却难以愈合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这一家人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代表，他们的坚韧与无辜深深刻在苏联人民的心中。虽然他们并非唯一遭受压迫的家庭，但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提醒人们，历史的伤痛需要我们用更加关怀和正义的目光去看待。